中印两军周日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的前一天，印军陆军参谋长放话指责中国军队仍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并强硬声称印军也将继续驻留当地。一些印媒借机大肆造谣并炒作解放军士兵在藏南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越线被扣。对此，中方及时进行了辟谣和澄清。印度为何主动寻衅？另一方面，印度也在经济上也试图针对中国搞封锁，拒绝中国制造的特斯拉在印度销售。印度何以强硬要求马斯克在中印之间2选1？来看报道。上周六晚，西部战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对印度媒体报道的辟谣中，对9月底发生在中国藏南地区中印军队对峙事件的真相予以了澄清。文中援引中国军队消息人士的话称，9月28号，中国边防部队按计划对中印边境中方一侧东张地区进行例行性巡逻，中途遭遇印方无理阻拦，中方官兵坚决予以反制，在完成巡逻任务后返回。该消息人士表示，东张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己领土上组织巡逻完全合理合法。事实上，东张是中国在反印度蚕食边界斗争相当突出的地区。当地公安边防人士介绍称，该地区最负盛名的景点东张瀑布的处境就是斗争形势的一个缩影。以前河上有座桥，中国居民可以过河到瀑布下亲手取水。但在2001年，越线的印军把桥拆了，还在河边设了一个哨点。从那以后，中国居民的活动就只能止步于瀑布前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外，位于边境山的东张地区波浪乡的多果儿草场，曾是当地牧民放牧的绝佳场所。后来，印军在山上建房驻兵，又得寸进尺，在山脚垒了一圈石头当工事，并派兵把守。中方的牧民被逼得再也不能在多果儿放牧了。而印军这样的小动作在中印边境东中西线普遍存在。当地一座边境村的村民向媒体反映，印度军民曾多次越线至该村附近活动，想要通过刷存在的方式，妄图一点点蚕食中国的领土。一位村民称，印度人的惯用伎俩就是在森林中的大树和较大的石块上用英文写上他们的标语，意图宣示这是属于他们的地方。每当看到这样的标语，村民们就会把印度人写的内容全部抹掉，然后用中文写上我方的标语。一位驻守于中印边境中线边防某团的军官证实，许多我方传统的巡边线，印度军队都会不时侵扰，而我方无论人数优劣，都绝不会在对峙事件中后撤，哪怕1厘米。外界注意到，西部战区周一在转发了印媒炒作中国士兵越线被扣与事实不符之后，还发布了一个名为“请放心吧，祖国”的视频。在最新制作的该歌曲 MV 中，被中央军委授予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的烈士陈红军生前所在营官兵列队出境，齐声高唱“请放心吧，祖国”，表达用行动践行对祖国、对人民许下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庄严承诺的坚定决心。有观察认为，印军之所以屡遭教训而不改，这次又主动寻衅，并在两军谈判过程中提无理要求，正是倚仗自身是美国主导的4国机制中的一员，以为能借此得到美西方的支持。上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获邀赴美国，同拜登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了线下4方安全会谈。加上美西方国家近期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军事活动，都给印度注入了一阵兴奋剂，让其更加躁动。印度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周二至周五，4国机制成员国在孟加拉湾举行2021年度马拉巴尔联合海上演习的第2阶段。在第1阶段演习形成的协同、协调和互操作性的基础上，美日印澳将侧重于水面和反潜战演习、武器发射等演练。印度国防部称，印度在第2阶段派出兰维杰1号、萨特普拉号导弹驱逐舰、P-8反潜巡逻机和1艘潜艇。美国出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及上普兰湖号巡洋舰和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加贺号直升机母舰和村雨号驱逐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则派出巴拉瑞特号护卫舰及天狼星号补给舰。4国准备在印度洋大秀肌肉。值得注意的是，由美英两国于1992年发起的马拉巴尔演习每年都会举行，但自去年开始，在印度的推波助澜之下，澳大利亚时隔13年重返马拉巴尔演习，4国军演才最终成型。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去年报道马拉巴尔海上联演时称，该演习已转变为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的某种平衡。
分析认为，去年马拉巴尔演习恰逢中印在边境发生军事对峙期间，今年印度国防部又在此时释放出第2阶段演习消息，时机值得玩味。印度呢加入到了这个美日印澳的四边安全体系以后呢，印度呢竭力的呢是想要表现的出色一点呢，能够在这美日印澳的这个四边体系中呢担任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对华政策上呢，一而再再而三，出尔反尔呢，显示出一定的强硬呢，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也是要表现给美国以及其他的这个四边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呢，让他们看看。那么这种动机呢，应当说是比较卑劣的。但是呢，印度呢，我们也知道，它一贯呢是这样的投机取巧。尽管印度野心不断膨胀，不过它的国力仍然有限，军工体系并不发达，本土航空航天业更是短板。印度快报网站报道，近年来，印度空军战机数量持续锐减。2002年时还有42个战斗机中队，现在印度空军仅剩30个战斗机中队。印度空军前总司令南比亚尔警告称，印度空军的作战力量将在5年内降至27个中队，10年内降至19个。因此，印度空军迫切希望在10年内引进本土生产的第5代先进中型战斗机和多用途战斗机，进而将空军的作战力量扩充至35个战斗机中队。印度的计划雄心勃勃，但实际情况相当惨淡。先进中型战斗机仍在设计当中。过往记录显示，在本土战斗机设计和制造方面，印度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而114架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需求才刚刚发出，这意味着印度空军想要快速获得现成装备的愿望难以实现。雪上加霜的是，印度空军耗资25亿美元，2011年签署升级其51架幻影2000战斗机的合同，时至今日仅完成一半，距离全部完成还需要2-3年。即便空军装备既过时又短缺，印度仍不放弃秀肌肉的念头。在中国航展9月下旬在珠海举行时，印度空军同步在极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举办航展。不过，外界注意到，参加飞行展示的战机全部都是外国制造，没有一架是印度自己的。被印度视为印度制造之光的光辉 LCA 和北极星直升机，以及被印度媒体吹成一代神机的阵风战机，都没有在印度航展上亮相。分析指出，这体现了印度对本土军工制造能力的不自信。印度军工行业难有起色，反映的是其工业基础的落后。而为了推广印度制造，印度想到的办法竟然是封锁中国制造。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部长尼丁加德卡里日前喊话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称特斯拉想要开拓印度市场，就必须在印度建造工厂生产汽车，印度不接受中国制造。舆论批评印度一刀切地向特斯拉开出拒绝中国制造这个条件是相当没有远见的，因为新能源汽车生产涉及到的不只是汽车本身，还有充电桩和补能网络等基础配套设施，这就与一国的综合发展能力直接相关。跟中国相比，印度在这方面无疑仍然有着巨大差距。印度执意要这样做呢，也许是他认为他自己呢仍然掌握了一定的优势，特别是这个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呢，一直主张呢要大力发展印度的制造业，所以在这一轮的疫情发展的过程中呢，世界经济体系呢，或许面临的一个新的所谓重置生产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印度觉得呢，如果这个过程对他是一个机会的话呢，他就必须要牢牢的抓住，尽量的吸引外国的资本呢，能够到印度来，把生产链呢转到印度来。但是印度国内的状况是如此的糟糕，所以印度的种种的这种设想呢，到迄今为止呢，没有任何成为现实的可能。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那么曾在加勒万河谷流血事件之后渐趋稳定的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却像南越的溃疡面再次发作。最近我西部战区官微发生辟谣，批驳印度媒体所谓东张方向拦截中国军人的说法。那对此您如何解读呢？无论中印疏远还是中印对话，印方唯一不变的是竭力曲解实控线走向，拓展巡逻范围，在两国正式划界前造成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攫取更多的土地。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请翻阅一下86年8月23号的《人民日报》，里面关注的中印望东对峙事件，就会发现和今天的东张很像。那篇文章犀利地指出，尽管目前中印边境东段实控线极不合理，中国大片土地被占，但在边界问题谈判解决前，中方是严守这条实控线的。问题是，印方利用我方巡逻间隙，
在一些地段越过实控线，企图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制造新的争议地区。对于这种行为，多年来中方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一再劝告印方不要这样做，但印方变本加厉，甚至到了扩张到哪就把那里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印度的。我已经占的就是我的，没有占的还想占，天下哪有这个道理？自那以后的35年里，光公众知道的印方越线征控还有多少呢？99年，东段中章就有过对峙；08年西京段指尖地区有过对峙；13年天南河谷对峙；14年西段楚马尔对峙；17年洞朗对峙，再到20年的加勒万河谷事件。这一桩桩一件件，您还没看出印方的顽固吗？归根到底，印军持续前推征控和该国政府的纵容密不可分。印度虽是文官治军，但军队的独立性也很强，特别是印度高官一向有借边境问题讨好民意的传统。像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防长就表示，印军已在实控线做好充分准备，正为长期活动坚守。而印军对领土征控的冒险呢，某种程度上又绑架了政府。虽说印度文官是军队最高指挥权，但印军指挥链很长，加上莫迪政府早已下放一线部队的临机处置权，印军的态度往往非常强硬，一则可以多要军费，二来各级军官也能通过在冲突中的表现加官进爵，因此下级军官往往态度更加蛮横。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那么印度媒体经常抱怨是中国边境基建加速，导致印军预防性征控。那您如何来理解这种神逻辑呢？谁都知道，由于地理原因，印军依托低海拔和平原交通优势，过去在中印实控线斗争中几次占到便宜，侵夺实控线中间地带。但中国稳边固边，向来与扶贫脱贫、繁荣边疆密不可分。特别是印度这些年来看到，包括山南、阿里等等与实控线毗邻的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基建日新月异，曾经只存在于地图的荒凉居民点变成了人口稠密的居民村，而边民生活得到改善，当地驻军的后勤保障自然也得到提升。像军报早年就报道过，错纳的边防营区过去不通车，进出全靠走，喝血水，吃脱水蔬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那儿已经换上了标准营房，公路通达边防连队，实现边境实况监控，而每个班的宿舍都安装了空调，用上生物净水器。至于单兵的携行装备呢，过去每人要背40多公斤，可现在10多公斤就够了，而且很多路段是以车代步。从战略大环境看，中印都在崛起，但印度对华的防范心理太重。同时，由于各大国，尤其美国在积极拉拢印度，让印度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在中国边境发展达到某种质变前，尽可能的多吃多占。回顾过去中印解决边境对峙问题的程序看，虽然有标准化的协商解决渠道，但光有我们的诚意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印方的配合与完全遵守，否则新的纠纷还会上演。